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肖战把机场走成秀场了，生图封神，内娱无人能超。同样是翻到那组机场图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怎么还是他？你刚起床，顶着一头乱发，手机一刷肖战全黑造型，又在热搜上溜达。你想象一下画面，同样是拉着行李箱，你可能是一手奶茶一手登机牌，在安检口排队挤来挤去，脑子里只有一句：怎么人这么多啊？他从同一个门走出来，戴着口罩，穿一身黑，也拉着箱子，周围是闪着光的手机。第二天各个平台上全是他的侧脸、背影、走路的动图，你可能心里会冒出一点酸酸的想法：就这条走廊，我走是路，他走就是秀。这种落差感挺真实的。更扎心的还在后面，同样是一身黑，你穿出来是低调路人，他穿出来是高清大片。你照证件照前一晚还在纠结刘海，他被路人抓拍，涂糊了都有人夸质感好。你一张照片发给朋友求安慰，快说点好听的哄哄我。他一张路透出来，评论区在讨论衬衫领子有没有翻得刚刚好。这时候最容易蹦出来的就是行了，天生的，没法比。说长相，说骨香，说资源，说着说着，你会给自己下个那我就正常人呗，随便过过吧。但你仔细如果只靠脸，只靠身材比例，那为什么有的明星会越红越油，路人缘一夜没了？也有的人哪怕被路拍，镜头拉得离谱一点，大家还是愿意夸一句状态不错，说明这事没那么简单。你看他机场这一套，单拎出来都挺普通的，全黑外套，全黑裤子，黑鞋，戴口罩，背个包，没有夸张的项链，没有大 logo， 没有用力摆的 pose。 按道理换个人穿，顶多就是挺利索的小伙子，结果到了他身上，成了机场变秀场，全黑造型怎么可以这么高级？有人会解释成他脸小、肩宽、腿长、五官干净，穿啥都好看。这些当然占便宜，但你真盯着那些图看，你会发现另一些东西跟脸关系不大，跟他怎么对待自己的每一次出场关系更大。你先别急着给自己判死刑，先把这次路透拆开看一眼。第一眼看过去，你很难讲出他哪里花里胡哨，反而是干净两个字。衣服干净，线条干净，动作干净，不乱，不拖泥带水。那种干净，不是刚从照相馆出来那种假精致，而是从头到脚都有一种整个人在往上提的感觉。肩不是往前缩的，是打开的；背不是塌着的，是有力量的。走路的时候脚步不虚，手部动作也没戏太多，既不装酷，也不乱挥。这个状态特别微妙，你要是刻意模仿，就会变成用力的走秀式走路。他那个感觉更像是习惯了，就这样。这种习惯了，其实就是日常一点一点攒出来的。很多人平时走路习惯是低头看的，背拱着，肩往前挤，包斜挎在一边，手机握在手里，脑子里还在想晚上吃啥。有镜头对着的时候，会有两种反应，要么瞬间僵掉，要么突然演起来，表情装得太端，或者笑得太过了。你回想一下自己被抓拍的照片，是不是经常觉得我当时怎么站成这样了？肖战现在的状态是在高强度曝光里练出来的，但对普通人来说，有一个很现实的点，你不需要上热搜，可你每天也在被看。你走进公司那一刻，同事看你一眼；你参加同学聚会，老同学看你一眼；你开视频会议，屏幕上所有人都在看你那一小格。这些小瞬间加起来，就是别人对你的整体印象。你可以说不重要，但你心里知道，
这些东西会一点一点影响别人对你的判断。特别是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没人有耐心去慢慢了解你内在。大多时候是先看一眼你的整体感觉。这也是为什么肖战机场图这么容易刷屏，不仅因为他是明星，还因为他呈现出来的整体感足够稳定，足够舒服，不刺眼。很多人对高级感这3个字有误解，觉得那就是堆东西，穿的复杂一点，品牌多一点，配饰多一点，妆容精致一点，就叫高级。结果翻车的案例一抓一大把。你可能见过那种为了突出气场，穿了个大垫肩，脚踩恨天高，配了个大耳环，再加上烈焰红唇，自拍是挺猛的，一出门整个人像要去走某个主题晚会红毯。现实生活里，大家都穿 T 恤牛仔裤，他一个人像误闯现场。也有人走另一条极端路，觉得反正自己又不上镜，穿啥都行，衣服随便套，鞋子不擦，头发乱糟糟，开会的时候趴在椅子里，整个人缩起来，看着就想睡觉。你说他邋遢吗？他还会辩解一句：舒服就行，我不在乎形象。你不在乎，但别人会下意识给你贴一个标签，有点糊弄。肖战这次机场造型是另一条路，他是往回收的，色彩收，款式收，动作收，衣服没有那么多花头，纯色，版型清晰，剪裁干净，配饰几乎没有，让你视线直接落在人上，而不是东西上。你仔细会发现他很多造型都是这样，不抢人，衣服只是安安静静在那儿，帮他把干净挺拔这些特质放大一点。这种舍得捡的能力挺难得的。普通人穿衣也一样，你不一定要有多贵的衣服，多懂搭配规则，但有一个原则很实用，别让衣服抢你戏。一身行头看着很贵，结果让人只记得你那件夸张外套，记不住你这个人。不如简单一点，选干净一点的颜色，整洁一点的版型，让别人可以一眼看到你，而不是一眼先被你身上的图案吓到。说到这儿，难免有人会说：行，你说的这些我都懂，可那都是明星，人家有专业团队，普通人没那条件。这话有一半对，团队确实重要，造型师、化妆师、修图师、品牌资源，层层加持。但另一半也不能忽略，不是所有条件优秀的人，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都让人舒服。同样是高颜值，有的人就能把自己活成争议体质，怎么拍都有人骂油妆用力过猛，也有人在各种镜头里都能尽量保持统一和稳定。肖战这几年之所以路人缘越来越稳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很少在他身上看到那种硬扮的感觉。他不太去玩极端风格，不为了流量突然整一个完全违和的造型，只为了制造话题，你看我多敢穿。他也不太在公众面前情绪过山车，采访里你能感觉他话说的不多，但每一句都过脑子。综艺里他不是那种抢镜头的性格，更多时候是适度参与，不抢话。活动现场他不太会为了一个镜头刻意卖萌搞怪，这不是说他不能，只是他选择在一个相对统一的边界里活动。你会发现他把自己做成了一个稳定的人，外在形象稳定，行为模式稳定，情绪表达也相对稳定。这件事对于普通人特别有启发。你可能没有顶流那种关注度，但你在自己小范围的社交圈里，其实也在做同样的事。别人每次看到你，都在更新对你的印象。有的人今天成熟稳重，明天说话又疯疯癫癫，后天突然开启毒舌模式。有的人今天穿得毫不在意，明天又一身大牌，后天又开始自嘲我就这样啦。表面是多面，但如果太频繁，别人心里就会有个问号，
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反而是那些稳定的人，一贯做事靠谱，说话有分寸，形象整洁，不会突然变脸，走着走着就会变成安心感的代表。你可能不记得 TA 当时穿的是哪件衣服，但你会记得这个人值得合作，这个人相处很轻松。那普通人具体能从这件事里拿走什么？你可以先做一个小实验，别管明星不明星，先问自己几个问题。如果你的同事要用3个词形容你，他们会怎么说？有趣、会玩、爱开玩笑，还是认真、靠谱、说话算数？你自己有想过，你希望他们说出的是哪3个词吗？如果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那你现在的状态很可能是别人怎么看你，全靠运气。今天你状态好，大家觉得你挺暖；明天你烦躁，大家觉得你有点冷。你的形象在不同人眼里是碎片化的，而所谓的个人气场设计，其实就是慢慢把这些碎片拼起来，朝着一个方向去。不是搞人设那种虚的，是在问自己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：我想让别人对我有什么稳定印象？比如，见到我会觉得我这个人干净利落，还是怎么总是乱糟糟的？跟我一起工作会觉得我靠谱，还是老出岔子？和我讲话会觉得我舒服，还是压力很大？你一旦有了这个方向，你生活中的很多小选择都会慢慢往这上面靠。穿衣服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这身是图自己方便，还是至少看起来像个醒着的人？开会的时候，你会想，我这句话是在发泄情绪，还是在解决问题？发朋友圈的时候，你会想，这条内容是我真想表达的，还是为了凑个热闹？这些东西堆时间长了，就会长成你的整体感。别人在看到你，就不是靠1、2句今天状态不错来判断，而是更自然的觉得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再说回被看见这件事，以前我们觉得只有明星才活在镜头里，现在不是了。你坐地铁，车厢里有人拍 vlog； 你去餐厅，隔壁桌在直播；你在公司开年会，领导拿着手机在拍团队风采；甚至你在家开线上会议，背后那堵墙、那件睡衣都在镜头里晃了一圈。很多人对镜头是有点抗拒的，不是因为害羞，而是心里很清楚，一旦留下影像，就是证据。你会下意识希望那个画面里的自己看得过去一点。可这个看得过去，如果只寄希望于拍之前那5秒钟，基本没戏。你真正能做的，还是回到日常。你平时怎么站，怎么做，怎么走路，怎么穿衣服，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，这些东西才会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时刻，统统跑到画面里来。肖战现在能做到随手一拍都不太拉胯，是把日常状态练得足够稳定。他的镜头感已经变成了习惯。我们可能不需要那种专业度，但至少可以把自己调到一个不会太拉胯的水平。比如，出门前照镜子，不是为了臭美，是为了确认一下今天的你看起来像是要去过日子的，不是刚从床上滚下来。走路的时候，尽量别总是抱着手臂，低着头刷手机。开会时，把身子从椅子里拔出来一点，让自己看起来在场，而不是魂丢了。这些东西单位都很小，小到你会觉得不值得提。但生活的残酷点就在这，大家对你的印象就是从这些小碎片拼出来的。有人会说，这样活也太累了吧？难道连走路、穿衣服、坐姿都要拿来设计？你累不是因为你设计，而是你以前一直靠随便。很多时候，随便的结果是你不得不花更多精力在善后。你穿得太敷衍，参加一个重要的会，回来半天都在纠结，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不专业？
你在攻和情绪失控，说了几句重话之后，要花很多时间去补救关系。你平时总是嘴上说就这样啦，别人慢慢就相信了你说的那样，你对自己确实就这样。肖战那种度，其实是另一种松弛，不是放飞自我，而是他知道自己大概在什么状态最合适，所以不用每次都临时抓救命稻草。你看他机场图里的表情，不是拼命笑，也不是一脸别靠近我，就是一种自然的平静。知道自己被看见，但也知道不需要表演。这种心态，说难也难，说不难也不难。对普通人来说，一个比较实际的起点是，别一边嘴上说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一边又在意的要死。承认自己在意是正常的，在意是一种本能。你做的所有小调整，都是在帮你在意的那个自己少受一点委屈。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，你不一定要把自己活成镜头里那个永远完美的人，那也没必要，累得慌。但你至少可以给自己争取一个状态，别人随手看你一眼，不会觉得尴尬，你自己事后也不会想把那天从记忆里删掉。你可以没有他那样的故乡，也没有他那样的资源，没法坐在头等舱，没法走哪儿都有闪光灯跟着，但你可以决定自己走进生活里每一个普通场景的样子。你去见客户，能不能让对方觉得你不糊弄？你参加家长会，能不能让孩子心里有点骄傲？你跟朋友见面，能不能让大家觉得你整个人有在往好的方向走？这才是气场真正落地的地方，不是高高在上的玄学，是一个个很实际的细节。你对自己有没有要求？你给自己划没划过一个底线？我不会再这样随便对付自己了。肖战走在机场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工作场景，他认真是职业的一部分。你走在上班的路上，走进每一间会议室，坐在每一张饭桌前，其实也是你生活的出场。别人看到的你，永远是你长期选择的结果，不是那天临时挽回的那一下，而是你每天到底怎么对待自己。你可以继续说我就这样，懒得折腾，也可以悄悄从明天开始，哪怕就改一件小事，站直一点，衣服干净一点，说话慢一点，情绪稳一点。没人会立刻发现，但时间久了，你自己会先发现，原来我也可以不那么拉垮。那时候再刷到别人机场图，你心里或许还是会羡慕几秒钟，但更多的会是一个很安静的念头，我也在好好过我的这一场。